世界文化小故事。小鸟，你有听过木马吗？有啊，我有去儿童新乐园坐过旋转木马。那你能想象有一种很大很大的木马，它不是给人坐的，而是让人爬进去它的肚子里面？是有人把游戏场盖在木马的肚子里吗？你的想法很有趣。不过今天要讲的故事，他们是用很大的木马来打败敌人的军队。用来打仗的木马吗？对，这是关于很久很久以前雅盖亚军队和特洛伊军队打仗的故事。故事的名字叫做特洛伊木马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听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吧。自从雅盖亚军队里最厉害的战士阿基里斯离开后，其他的士兵都无精打采，不想再打仗了。这个战争已经打了10年了，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我只想要回家过平静、舒服的生活呢。奥德赛斯听到雅盖亚士兵的抱怨后，他立刻走去找国王阿伽门农讨论。国王啊，如果我们没有打赢战争，就这样回去，不是太可惜了吗？我有一个快速打败敌人的办法，请你听听看。国王仔细听了之后，觉得这个办法很冒险，又很狡猾。不过，如果能成功，就能打赢战争了。国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同意奥德赛斯的办法。接着，奥德赛斯找了一个木匠，他对木匠说：“我们需要一只很高很大的马，而且马的肚子要是空心的。”木匠开始做这只又高又大的马，还在马的肚子两侧做了2个开口。有了这个开口，好多个雅盖亚士兵就可以躲在木马里了。木匠终于完成这个叫做特洛伊木马的作品。除了有空心的肚子之外，木匠还在木马的额头上刻下给女神雅典娜的礼物。雅盖亚士兵开始把自己的军营都拆掉，搭船离开敌人的土地。只有最勇敢的雅盖亚士兵留下来，他们躲在木马的肚子里，没有水，没有面包，也不能说话。嘘。原来奥德赛斯的办法是让这只特洛伊木马进到敌人的城里，然后天黑时，雅盖亚士兵再悄悄地爬出木马，毁掉敌人的城市。天刚亮，特洛伊的士兵发现外面好安静，他们走上城墙，看到雅盖亚士兵都不见了，军营被拆掉了，雅盖亚军队的船也开走了。不过，在空荡荡的土地上，却有一只巨大的木马。那是什么啊？该不会是雅盖亚军队的陷阱吧？什么？竟然留下陷阱给我们！我们把木马烧掉吧。等一下，有一个人在木马旁边。这个人穿着雅盖亚军队的衣服，好奇怪。特洛伊士兵们把他抓起来问话。雅盖亚士兵开始骗特洛伊士兵：“我们雅盖亚军队不想再打仗了，所以大家都离开这里了。但是我们留下一只木马，要送给雅典娜女神，希望她能原谅我们伤害这么多特洛伊人。”特洛伊士兵相信了这些谎话，
既然是要给女神的礼物，我们就要把它收好。于是特洛伊士兵拆掉了一些城墙，一起把这只大木马拖到城里的神殿。特洛伊公主坦珊德拉看到之后，跟士兵说：“我有很不好的预感，这只木马会带来厄运，现在把它烧掉吧！”士兵们不但不相信公主，还笑她。怎么可能嘛？这可是要送给神的礼物耶！一个叫做老孔的祭司知道这件事后，他不相信雅盖亚军队会送他们礼物，而且他似乎还听到木马里有声音，所以他拿一把长矛刺向木马的肚子。结果有2条蛇迅速从海中窜出来，爬向老孔，并缠住他不放。其他人看到就说，一定是他不相信木马是送给女神的礼物，所以女神生气了。特洛伊人们都好快乐，战争终于结束了。大家围绕着萤火，唱歌、跳舞、吃美食，庆祝和平的到来。这时候，在木马里的雅盖亚士兵继续保持安静，他们都很开心，因为特洛伊人被骗了，他们的计划快要成功了。天黑了，萤火也熄灭了，特洛伊人在庆祝会结束后深深地睡着了。这时候雅盖亚士兵轻轻地从木马肚子里下来，他们发送讯号到天空上。躲起来的雅盖亚船舰看到讯号后，把船开回特洛伊。他们带着好多武器进到城里，摧毁了特洛伊城。天快要亮了，雅盖亚士兵赶快跑回他们的船，因为雅盖亚士兵不想被天上的神看到他们做了这么糟糕、伤害特洛伊人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想在天亮前开船离开。战争就这样结束了，雅盖亚人赢得一点也没有英雄气概，而且他们似乎忘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不尊重生命的人也会为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。小猪阿姨，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听起来好伤心哦。对呀，不过我们也可以从故事中发现，以前的希腊城邦有很多战争，还有他们很相信神。对了，我们有3个小问题要和小朋友讨论哦。小朋友，如果你不会回答接下来的问题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重新看这个影片找答案，或是跟其他人讨论哦。我们开始吧。请问特洛伊木马长什么样子呢？1. 很高。2. 很大。3. 空心的肚子。小朋友，你觉得答案是什么呢？3个答案都是对的哦。特洛伊木马很高、很大，还有空心的肚子。朋友，为什么特洛伊人要把木马拖进城里呢？是要拿来当装饰品，给女神当礼物，还是因为他们需要木头呢？是因为特洛伊人相信木马是给女神的礼物哦。小朋友，请再想一想，如果你是特洛伊人，你会把木马拖进城里吗？也请说说看会跟不会的原因是什么哦。其实这题没有一定正确的答案，只要你有说出你的想法，小猪阿姨就觉得你很棒。
小朋友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文化小故事。如果想要玩更多特洛伊木马的游戏，可以请大人到影片说明区帮你下载游戏单来玩哦。请帮小猪阿姨按赞、订阅，还有把这些好玩的游戏分享给其他人吧。我们下次见喽！